我是 KK， 欢迎回到奇异追踪。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超级神秘、让人捉摸不透的话题——百慕大三角洲。它就位于佛罗里达、百慕大和波多黎各之间的一个三角地带。这可是个让无数飞机和轮船都神秘失踪的诡异海域哦，简直是海洋中的魔鬼三角。自从百慕大三角洲出现失踪事件以来，已经过去快100年啦。这期间，各国的专家们都在绞尽脑汁想找出真相，可是呢，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。因为没有合理解释嘛，所以大家的猜测就越来越离奇了。有的人说是穿越了时空，有的人说是被外星人绑架了，甚至还有人说是掉进了地底下呢。是不是听起来很离奇？那就快跟我一起继续探索这个神秘的百慕大三角洲吧。据说这片海底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漩涡，仿佛时空隧道一般，船只常常会在此处神秘失踪。更为离奇的是，还有报告指出，这儿的海里会释放甲烷、硫化氢等异常气体，形成大量气泡，使船只因失去浮力而沉入海底。其实还不止如此，那里的天空也是诡异的很。在特定的气候条件下，阳光透过海面会形成一个高温焦点，飞机一旦碰到，就可能瞬间被点燃，就像烤鸡翅一样。虽然科学家们给出了解释，但百慕大三角依然是个谜团重重的地方。而其中一个最有名的案件就是玛丽·塞莱斯特号事件。话说，在1861年，一艘名为亚马逊号的帆船在加拿大下水，这是一艘双桅帆船，命运多舛。在第一次航行的过程中，船长生了一场怪病，吃什么药都没用。在船靠岸后不久，第一任船长便与世长辞了，而之后亚马逊号仍然接连遭遇不幸，于是加拿大人决定将其出售。后来美国人买了这艘船，还给他来了个大翻新，重新命名为玛丽·塞莱斯特号。新的旅程似乎带来了新的希望。在1872年11月5号这一天，玛丽·塞莱斯特号装载着1700桶工业酒精，从纽约出发前往意大利。船长叫本杰明·布里格斯，他带着老婆、2岁的女儿和7名船员一起出发了，就像是要全家出海旅行一样。在其出发的7天后，另一艘加拿大籍的船德格拉蒂亚号也从纽约港驶向直布罗陀。过了1个月，在12月4号这一天，德格拉蒂亚号隐隐约约在海上看到了前面的玛丽·塞莱斯特号。他们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按理来说，玛丽·塞莱斯特号比他们早出发7天，他们是追不上她的。但是呢，他们却看到玛丽·塞莱斯特号在全速前进，航线还有点奇怪。于是呢，德格拉蒂亚号的船长就命令船员放了一个小船下去。他和几个船员坐着小船靠近了玛丽·塞莱斯特号，然后爬了上去。结果他们发现船上一个人都没有，但是船还在顺着洋流跑。他们上船之后，发现所有的门都敞开着，货物、食物、水都完好无损，就是没有人。而且他们还发现船上的罗盘和时钟被破坏了，一个精密手表也找不到了。除了船长的日志之外，所有的资料都不见了。更奇怪的是，玛丽·塞莱斯特号上有一个救生艇，但是这个救生艇不是慢慢放下去的，而是被人砍断绳索强行放下去的。可见当时情况有多么紧急啊！整个船上看起来就像刚刚还有人一样，但是现在却突然消失了，感觉就像是故意弃船一样。而那个船长的日志呢，写到了11月24号，也就是10天前。他们是在亚速尔群岛附近发现玛丽·塞莱斯特号的，日志里写着他们离亚速尔群岛还有100公里，也就是说这10天里船就自己飘过来了。虽然船稍微有点漏水，但是整体来说非常良好，完全可以继续开啊。于是呢，德格拉蒂亚号的船长就命令把玛丽·塞莱斯特号开走了。到了直布罗陀海峡之后呢，他们就立刻报了警。法庭对德格拉蒂亚号船员的勇气和技术大加赞赏，毕竟在海上遇到一艘无人驾驶的船还能把它安全开回来，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不过呢，法庭在给予奖励的时候却显得有些吝啬，
只给了他们1700英镑的救助金，这仅是塞莱斯特号和船上货物价值的15%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海事法庭怀疑这起事件可能与德格拉蒂亚号的船员有关，因为他们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唉，明明做了一件好事，却因为无法自证清白而只能接受打折的奖励，这感觉就像是买了10张刮刮乐，前9张没中奖，最后一张。谢谢惠顾。1872年，波士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新闻，上面这样写道：玛丽塞莱斯特号被发现时完好无损，厨房的灶台上还烧着火，晚餐还在桌子上冒着热气。航海日志还更新到船只被发现的1个小时前呢，这简直让人瞠目结舌，大家都以为是真的呢。结果呢，嘿嘿，1年后就被证实是虚构的啦。不过这可没挡住阿瑟·柯南·道尔的脑洞大开，直接把这个事件改编成了贾巴库杰弗逊的陈述。大概内容是说，有个报复心切的船员，他把船上的其他人都给打了。虽然只是本小说，但有些人就坚信玛丽塞莱斯特号上就是这么回事。他们觉得船长本杰明肯定惹了什么麻烦，导致船员们暴乱。但经过调查，本杰明船长可是个声誉良好的人，跟船员们也是老搭档了，这种事不太可能发生嘛。话说回来，那艘鬼船到底遭遇了什么呢？100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，有人猜测它可能遭遇了海上龙卷风，导致船体破损进水。然而考虑到本杰明船长那么厉害，他应该会采取排水措施。弃船逃生不太可能吧？还有人说是被巨型章鱼给袭击了，船员们想坐救生艇逃跑，结果被章鱼给吃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也太惊悚了吧！不过呢，还有更离谱的猜测呢，说船员们是被 UFO 给绑架了。这是要上演 X 档案吗？但这个猜测也解释不通啊，为什么救生艇也被带走了呢？还有人认为，玛丽塞莱斯特号当时装载了整整1700桶工业酒精，但其中有9桶是空的。这9个空桶居然是由红橡木制成，与其他白橡木桶截然不同。红橡木作为一种多孔木材，比白橡木更易泄漏，因此船上突然出现了大量的酒精挥发，随后还发生了小型爆炸。面对这种紧急情况，本杰明船长无法确定是否还会再次发生爆炸，于是果断下令所有人进入救生艇，暂时离开危险的玛丽塞莱斯特号。这也解释了为何船舱内会出现一些杂乱的散落物品。可是呢，当他们坐上救生艇后，海上突然狂风暴雨来袭，巨浪无情地袭击着救生艇，最终导致其倾覆。后来有位西班牙渔民在海岸上发现了2条小木筏，其中1条上有一位裹着美国国旗的人，另1条上有4个人。可惜啊，这5个人都已经离世了。大家都猜测他们是玛丽塞莱斯特号上的船员，但他们的身份呢，至今还是个谜哟。有人就说了，如果船上真的发生过爆炸，那总得留下点什么痕迹吧。直到2006年，有位化学家做了个实验，他建了个货舱模型，用纸箱代表船上的铜，还用丁烷气体制造了一场小型爆炸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实验过程中产生了烟雾和火球，但货舱模型却完好无损，也没有留下任何烟尘，所以这种猜测理论上是有可能成立的。如今玛丽塞莱斯特号事件已经过去150多年了，然而本杰明船长那些船员们到底去哪儿了呢？头痛，我还是赶紧思考下下期做什么内容吧。深入奇异之际，追踪未知之谜。这里是奇异追踪，记得关注哦。我们下期见。